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稻草人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还有他的刷野抓人思路技巧啊。稻草人的话，这个版本其实对他来说并不是很理想，因为他的大招如果要去抓的话，最好是选择去抓双人路。但双人路的话，如果你玩的细一点的话，就双人路玩的细一点的话，有稻草人在2分钟的时候肯定就不出来跟你们打架的。那我们看一下他这局的一个刷野，这样的一个拉野，直接2技能收掉蓝 buff。这里的话刷野还是看起来蛮快的。最近的一次版本更新啊，就是增强了诺尼是吧？这英雄，诺拉这英雄的整体增强啊，他的数值太拉了，我发现好多人都不会去玩它。感觉这里啊，玩梦魇的玩家都感觉有点扭曲的那种感觉。这里的话，对方拉脱了，上来直接吸野怪和吸人一起吸，但打的话好像打不太过，交闪2技能，后续的话只能交给队友了。完了，这里的话是两边互换打野的人头也还行，都是上单拿到的。那上单说你不亏我也不亏，那我们看一下，待会5级的时候，绝活哥的话会去哪边？我看对面的，双 C 这个双人路的话，还是那个比较靠前的位置。这里的话，直接来刷第2组野了。5级了，对方的话是眼是看到了的。这边这个阵种子阵还是摆的挺那个的，挺狠的呀。这里的话走过来，啊，大招跳不到。放的有点随意了，说实话。这里的话，感觉绝活哥这边他自己着急了，而且感觉有种感觉就是，我不太建议大家玩稻草人，不是。真的就是还是这个版本都上个版本就本来就不太行，这个版本感觉更为爱发电，很难受啊！而且对面的话又来反野了，稻草人守野的话也是不好守。
真啥事儿不干，开个大招就能混2个助攻。哎，确实哦，梦魇的话是全图的，只要打架的时候开2下就可以。这里的话绕过来，但是又有眼。大招是准备好了的，这里的话直接跳大招，一套输出能换掉2个，很赚了。对面梦魇过来，刚好送个人头。我天，跌跌撞撞啊！中单跟辅助竟然啊拿到人头了。这一条是火龙的话，那一定是要针对这个双安路去找到优势。这个版本的火龙魂还是挺有性价比的。把这蓝一刷，哦，找机会，但大招还没好。可以等一手，不要着急，让队友先打一球消耗。这里的话位置很神秘，直接开技能了，对面飞过来，闪现拉开，大招再下去，3个人，但没有后续输出。这个圣的话直接飞过来。那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拿小龙了。对面梦魇的话也掉了，这边的话左右两边一起吸，还要双拉是吧？再吸，可以，很到位。原来小龙坑也可以双拉。然后第2件的话，直接做爆破那个嘛，法爆球，老是念错名字最近。我感觉这次过年的国服哈，马服的服务那么奖励还行吧。如果你不选那个什么什么皮啊，至臻皮肤的话。你可以起码3个可以领1个传说，2个史诗。如果说你选择要领那个至臻皮的话，这仙宫的话有点害人了，就可以领1个传说皮和2个史诗皮吧。这是马服的，国际服的话是怎样的我就不知道了，后续得你们告诉我，可以评论区跟我说一声。哇，派克这个大人头被梦魇捡到了，有点小劣。本来梦魇已经开始没有还手之力，这里送了大的。这里嘲讽起这个稻草人了。哎，你们就说吧，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稻草人。他都直接，绝活哥都是选择拒绝跟队友沟通啊。后续这个圣还开大过来追，太猛了。派克感觉在这个版本反倒是又能掏出来打中路了。这个派克自己勾都勾成不知道什么样子，然后开始说起了这个绝活哥的一个大招啊。不过说实话这绝活哥的大招放得很随意。不过有了那个 CD 书的话，就倒是不怕大招说 CD 过长什么的，基本上
大招进场的话，都是能捡到助攻啊或什么的。这里的话直接跳闪现大闪，瞬间秒3个。后续。虽然说确实，哎，现在看起来又还不错，哎，也不算差哦。但怎么说呢？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玩这个，有更好的可以玩啊，像佛爷哥，像那个盲僧那些，可以玩那些的话，不太建议玩这个。但有个点呢，这个稻草人的话，现在就是还是比较吃意识。这刷速度在中后期来说算是比较快的了。对面又开大招了。在这里蹲一手，但对面没有追出来啊。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刷野了，连挂机提示都出来了。这里的话，大招进场，大招伤害很高。2技能的吸血啊，所以他不太需要说前期的话不太需要做这个那叫什么那个峡谷制造者这个位置，可以再来蹲一手，就看对面出不出来。你可以看一下学习一下这个打野绝活哥，就稻草人绝活哥的一个思路，大招思路。对方的话直接飞大过来，探照看到了。最怕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这里的话被加里奥一屁股坐死了，真没招了。但队友很强啊，剑魔的话持续输出能力很强，但他没有斩杀的话不太行啊。派克开始斩了，没有大灭了，有大灭的话还可能接着杀。哎，这里的话可以。那第一局的话应该就到这了，2波大招的一个进场，对面难受。切，你们看完以后强度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般，还行。但如果简单来说的话，你练一练，感觉也可以掏出来玩。我收回我前面说的话，是能拿出来玩的。好，第一局就到这，后面还有2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